赵经理，3号楼保温层偷了3公分，3级缸换了次品，我查了5遍，绝对有问题。这要是验收通过，等交付以后出了事，咱们都跑不掉。你一个小娘们儿，做好你资料员的本分就行了。图纸怎么写你就怎么填，别多事儿。图纸是假的，我填不下去。下周就竣工验收了，现在返工还来得及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整个项目的资料都是我赵德海签的字，你不过是个跑腿的。3号楼盖的好与坏，跟你周冉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图纸是我画的，抽检是我跑的，验收单是我整理的。你凭什么说和我没关系？凭什么？凭我是项目经理。周冉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把资料改漂亮了，验收一过，有你好处。再敢闹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我改不了假资料，你要么返工换料，要么我把证据交住建局。到时候你资质吊销，这行你别想再混。拿上钱，签字，闭上你的嘴，懂吗？这钱我拿了，怕脏了自己的手。站那儿！赵经理，上个月的工钱啥时候发？娃等着交学费，老娘药都断了3天了，再不发工资，日子没法过了。兄弟们，我比你们还急，可是资料卡着签不下来，甲方不打款，我拿什么发？全都是因为周冉，他非说工程有问题，不肯签字，故意卡流程。他不点头，甲方不认账，你们1分钱都拿不到。你妈的，你凭什么卡我们工钱？我们晒一天太阳流一缸汗，赚的可都是血汗钱。不是我卡流程，是赵经理换了劣质建材，工程有隐患，出了事谁都跑不了。再说我们这个工程甲方是先打款的，我没有卡大家的工资。你放屁！兄弟们，我干工程20年，几十个工地从没出过事儿，到他这儿就全是毛病，张口闭口全是隐患。他就是故意闹事儿，不想让大家赚钱。我们就想拿钱养家，你一个女子，为什么如此歹毒啊？我看他就是故意找茬，不想让兄弟们好过。害人精，滚出工地！害我们全家没钱过年，你心怎么这么黑？赵德海偷工减料，证据我都有，我只是想对工程负责，我没卡大家工资。今天这事儿，我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资料员周冉恶意篡改资料，刁难施工班组，故意延误工期，导致甲方拒付工程款。从现在起，周冉被开除了，本月工资所有绩效全部扣除。赵德海，明明是你攥着钱不给大家发工资，凭什么把这件事赖在我头上？就是你卡着资料不过审，延误工期，才导致大家收不到工资。什么叫赖你头上？兄弟们放心，只要我们材料递交上去过审，甲方就会打钱，我会立刻打到兄弟们的卡上，绝对不会亏欠大家。赵总的为人我信得过，一切都是周冉这个娘们的错，让他滚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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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德海，你今天泼我的脏水，总有一天我让你自己舔回去。区一个丫头片子，还想跟我斗，做梦！本地工程圈以后谁敢再用周冉，就是跟我赵德海过不去。周女士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不收。我做5年资料员，经手13个项目，全部零瑕疵，为什么不收？别问了，你得罪赵德海，他放了话，这行谁敢用你，就是跟他过不去。我们小公司惹不起。就凭他一句话，我的5年工作经验就全作废了。我也没办法，有些事儿你懂的。
喂，王总吗？我是上周面试的周冉。哦，名额已经满了。好，谢谢。李经理，我是周冉，想问一下资料员岗位还在招吗？哦，已经定人了。好的。张工，我是小周。赵德海，你夺走的东西，我一样一样拿回来。既然打工没人要，那老娘就自己干。赵德海能当包工头，我周冉凭什么不行？图纸我画的，工地我跑的，质量我查的，我哪点比他赵德海差？凭什么他赵德海就能当包工头，我周冉就不行？没人用我，老娘自己开造！我要让这个世道看看，女子照样能撑起来一片天。天天等工资，等到啥时候是个头啊？我老娘的药都断了半个月了，不能再等了。媳妇儿天天打电话催工资，家里米都快买不起了，都拖延2个月了，我心里也不踏实。走，去找赵德海再问问。走，今天必须让赵德海给个准话。宝贝儿，给你打的钱收到了吗？钱到账了，你收好，别声张。那群人好糊弄，我说甲方拖着，他们就信。等工程结束，尾款一到，我就去找你，么么哒。他这是要跑，狗日的！他想卷走我们的血汗钱，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姓赵的，你个狗娘养的，还想继续骗我们多久？先不说了，挂了。大柱，啥事儿？刚才电话里说的，我听见了。我跟媳妇儿闲扯呢，你别多想。你说我们好糊弄，说尾款到了就走人，这也是闲扯。大柱，我什么人你不知道？我能干那事儿？上回你说周冉卡工资，我信了。今天你就给句痛快话，充钱发不发？王大柱，你跟了我3年，我亏过你？拖了大家2个月工资，还没亏？你们仨一人1万，拿着回去干活。多余的我不要，我就要我的工钱。我也只要自己的工钱，多余的拿了昧良心。二狗，你呢？大柱他俩犯浑，你是明白人，拿着，回去该干啥干啥。这娃不是要交学费吗？拿着吧。赵德海那个狗东西竟然想卷着钱跑，还好咱机灵，找他要回了工钱。这年头，不拖欠工人工钱的包工头，就是大好人了。咱哥俩接下来去哪儿啊？工资月结，1分不欠，这不就是好去处吗？那是周冉，是他。我们当初都误会周冉了，他是个好人。咱以后跟着他干好了。周公，我们几个想跟着你干。先进来说。
你们不是跟着赵德海吗？当初骂我害你们拿不到钱，骂得最凶的就是你王大柱。周公，我对不起你。当初赵德海说全是你的错，我们信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甲方钱早就到了，他全吞了，还拿你当挡箭牌。那孙子拖了我们快2月工资，劳保鞋磨穿了都不给换。我们实在熬不下去了。周公，当初是我们瞎了眼，你要是还生我们的气，我们认。但我们就是想踏实出力，按时拿钱。你做事规矩，我们信得过。当初你们骂我，我不怪你们，你们也是被骗的。但跟我干有3条规矩：第一，绝不偷工减料；第二，工资按月全额结，1分不欠；第三，安全不到位，绝不开工。做不到的，现在就走。能，我王大柱以后跟着你，绝不含糊。我也行。好，那我以后带你们接工程，我们干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。对，干死赵德海那个缺德东西。大哥，我们是自己组的施工队，过来找活干，散活也接，麻烦您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项目推荐一下。有劳务资质吗？没资质免谈。大哥，我们工人全是执政老手，可以先施工再签约，质量绝对有保障。正规项目只认资质，连个资质都没有，谁敢用你？散活都不敢给你，出了事儿谁负责？没资质，连门都进不去。周公，这可咋办？资质，必须拿到资质。注册资本不够，人员证书不全，办不了。工人全都有操作证，注册资本我还在凑，能不能先走预审程序？规定就是规定，差一样都不行。凑齐了再来吧。难道我们真就走投无路了吗？不，既然我接受了大家，就要对大家负责。遇山开山，遇海填海，我一定有办法。你是周冉吧？你谁？林旭，红柱建设的法人。我手里有一套完整资质，缺一个懂施工、能带队伍，最重要的是敢跟赵德海对着干的人。因为赵德海，我名声在圈子里已经臭了。你找我合作，不怕赵德海连你一起封杀？赵德海那套把戏，也就欺负你一个小姑娘，骗骗工人。我关注你很久了，你在3号楼查出偷工减料的事儿，圈子里真正懂行的人都知道，你敢拿饭碗去赌工程质量，我佩服。我出资质、出关系、跑手续，你带队伍、管施工、控质量，利润55分，风险共担，你干不干？干。不过我有2个条件：第一，绝不偷工减料；第二，工人工资按月全额结。我先垫都行。这可我意。我做这行10年，看够了偷工减料的烂事儿。我们红柱建设公司今天正式成立。之前我讲的定3条规矩，贴在墙上，谁都能看见。第一，合规施工，绝不偷工减料，材料全部送检，工序全部留痕。第二，工资按月全额结，1分不欠，竣工当天结账，不是月底。第三，安全不到位，绝不开工，劳保用品按月换新。周公，我王大柱干了15年工地，第一次听见有人把规矩钉在墙上给人看的。你说咋干就咋干，我跟你干到底！干到底！干到底！晨光小区墙面修补项目不大，但你们是第一支主动承诺材料全部送检、工序全部留痕的队伍。做好了，以后长期合作。您放心，
所有材料国标起步，随时抽检。海哥，周冉签了晨光小区墙面修补，明天进场。他跟宏硕建设的林旭搭上了。搭上林旭，他还真能折腾。晨光小区可是张总的地盘。这样，你去跟张总说，周冉以前在我的工地恶意篡改资料，延误工期，导致重大质量隐患，差点出人命。这活要是让他干，出了事张总担不起。明白，我这就去打电话。周冉，你一个小娘们儿，想在我们这行站得住跟脚，除非老子垮了，不然你永远别想接到活。刘主任，我们到了，现在进场吗？小周，不好意思，项目得取消了。什么？物业张总那边打了招呼，说你之前在赵德海工地恶意篡改资料，延误工期，差点出重大事故，我们不敢用你。刘主任，那是赵德海造谣。小周，我知道你可能委屈，但张总发了话，我也没办法。咋了，周工？不让进？物业张总被赵德海打了招呼，项目取消了。又是赵德海，他个狗日的，这要把我往死里逼！赵德海，你要把大家都逼死，我就不让你如愿。好不容易谈成的活儿，说黄就黄。肯定是赵德海搞的鬼。是他正面抢资源，我们抢不过。他有20年人脉，我们才刚起步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既然热门活抢不过，那就做别人不愿做的。雨污分流，工序繁，利润薄，又脏又累，大队伍看不上，赵德海更不会碰。这活利润薄的可怜，干了也赚不到啥钱啊。我们现在要的不是暴利，是站稳脚跟。站稳了，才有资格跟赵德海正面打。周公说的对，先活着，赚的少也是赚，就听周公的。这施工队看着还挺规矩的，管子摆得整整齐齐。谁知道呢？上一支队伍挖完沟，连回填都不填平，我家老太太差点摔了。大家快来看，这野路子施工队用的全是次品管子，偷工减料，糊弄老百姓。我们就是看不下去才来曝光的。这破管子壁厚都不够，埋地下2年就得漏。啥？管子不合格？那我们小区以后不得被淹？我就说这种小施工队不靠谱，赶紧找他们负责人。周工，有居民投诉你们施工质量不达标，怎么回事？你胡说八道！我们全按国标来的，材料都是送检合格的。国标？你们这种野路子也配提国标？今天不给个说法，我让你们这活干不下去。对，让你们干不下去。周工，怎么办？这是市政下发的最新版施工图，管径、壁厚、垫层厚度全部明确标注。设计院盖章，可以查编号。国标壁厚 8.0 毫米，大家自己看，我这根管子 8.1 毫米，纸厚不薄。规范要求垫层10公分，我们做了12公分，别家偷到5公分，我们1分不偷。谁不信，拿尺来量。
还真是，这旧的薄的跟纸似的，新的厚实多了。看来是我们误会了。表面功夫谁不会？谁知道你们背地里偷不偷？每道工序都有验收记录，监理签字全在，随时可以复检，挖开看也行，现场测也行。你说我偷工减料，拿出证据，拿不出来，你就是造谣，造谣诽谤施工方，我可以报警。施工规范，资料齐全，质量合格，没问题。算你狠，走着瞧！姑娘做事靠谱，这样的施工队我们放心。之前还担心被糊弄，现在看来是我们多虑了。以后小区有活还找你们。当众测数据，翻国标，亮台账做对比，一套下来干净利落。周工，你现在是可视化打脸专家了。还早，赵德海不会就这么算了。赵哥，那丫头片子太难搞了，当众拿尺子量、翻国标、亮台账，围观的都倒向他那边了。我废物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周冉，走着瞧，我看你能蹦得到几时？幸福里项目回款到账，今天全额结工资，1分不少。明细贴在墙上，谁干了多少天拿多少钱，全公开，有疑问随时查。我干了17年工地，头一回当天竣工当天结工资。周工，你说话算话，我王大主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。高温补贴每人1份，新劳保每人1套，都是国标货，以后每个月换新，不用省着穿。这比我之前穿的厚1倍。赵德海那孙子半年都不给换新的，鞋底磨穿了还让凑合穿。周公是真做事的人，跟赵德海那骗子完全是两路人。赵经理，3月没发工资了，我媳妇儿看病等着用钱，实在撑不住了。甲方款没到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急我也急。赵经理，劳保鞋都磨穿了，脚趾头露在外面，能不能先发一双新的？哼，鞋穿破了就不能干活了，讲究那么多没用。先把活干完再说。赵经理，我媳妇儿真的等钱看病。行了行了，下个项目回款连奖金一起发，亏不了你们，都回去干活。我听说周冉那队当天竣工当天结工资，还发高温补贴。早知道当初就不该跟着骂他。周公是真规矩，说结钱就结钱，一点不含糊。跟着他干，心里踏实，踏实是踏实。但咱们当初那么骂他，他也没记仇。那会儿不是被赵德海骗了吗？谁想到他是那种人。当初周公在办公室跟赵德海吵的时候，咱们跟着喊滚出去，我到现在想起来都臊得慌。人家拿命在保工程质量，咱们还骂人家害人。大柱哥，你别说了，以后好好跟着干，比啥都强。幸福里项目干完了，居民联名给街道写了表扬信，工人心气儿也稳了，咱们这队伍算是扎下根了。
站稳了脚跟，才有下一步。市政项目放标了，这批要是能拿下，咱们就不只是散活队伍，能在市政系统挂上号，以后的路宽10倍。报名，做标书，这批项目我要拿。海哥，周冉队报名了市政项目，他跟林旭搭伙，资质齐全，这回是来真的。他还真敢抢，市政项目是他能碰的？海哥，这次是公开招标，评标委员会说了算，咱们以前的路子不太好使。不好使？价报的够低就什么都好使？哼！通知下去，这次报价给我往死里压，压到成本线以下。成本线以下，那不亏本了吗？亏本怕什么？先把活抢到手再说，到时候怎么干还不是我说了算。亏的钱从材料里省，谁查得出来？明白了，海哥。周冉，跟我抢项目，我让你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。市政第2批小微改造一共6个标段，全部报名的话，是我们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投标。周工，这6个标段要是拿下1个，咱们队就算在市政系统立住了。要是全拿，报名做标书，这机会我们不仅要争，还要争赢。海哥，周冉那边报名了6个标段，全报了，看样子是铁了心要跟咱们抢。抢？他拿什么抢？一个被全行业封杀的资料员，带几个散兵游勇，也配跟我争市政项目？报价给我压到最低，6个标段全压，成本线以下30%，我看他怎么跟。海哥，压那么低，利润空间全没了。利润先抢到手再说，到时候怎么干我说了算，甲方还能天天来盯着。小周，听叔一句劝，市政这批标你别掺和了。张叔，为什么？赵德海报了跳楼价，6个标段全压到成本线以下，你这小队伍资金本来就不宽裕，跟他打价格战赔死你。张叔，多谢你通风报信。谢什么谢？你听叔一句劝行不行？低价卷死你，白忙活一场，何必呢？张叔，谁说我要跟他拼低价？他低价我就拼质量，他偷工我就拼合规，他要数量我就拼口碑。赵德海以为招标就是比谁价低，那是他蠢。这丫头有点意思。周工，赵德海价压那么低，咱们报价要是高了，根本中不了啊。真跟他拼低价，咱们得赔本干，犯不上啊。我们不拼价格，我们拼3样东西：质量、安全、售后。赵德海靠偷工减料压价，我们就拼全流程标准化施工。他有违规黑历史，我们就拼零事故、零投诉台账。他项目做完就跑，我们就拼3年质保期，免费维护。这个好，市政领导最怕的就是项目出问题担责任。赵德海低价接活，偷工减料，干完就跑，出了事儿甲方背锅。咱们方案里写的全流程可追溯，3年质保兜底，正好戳中他们的痛点。今晚整理完所有支撑材料，明天交标书。这次不打价格战，打专业战。哟，这不是周大资料员吗？怎么打工没人要，跑来投标了？让开！哼，让我看看你拿什么标。哦，宏筑建设，听说过，小破公司一个。你们那报价能看吗？我告诉你，6个标段我全压到成本线以下，你拿什么跟我争？
大家看看啊，这就是被我开除的那个资料员，恶意篡改资料，延误工期，差点搞出大事故。现在带几个散兵游勇就敢来投标，这不是糊弄甲方吗？就是他呀！赵德海那事我听说了，好像挺能闹的。得罪了赵德海，还想在市政项目上露面，自不量力。你说完了？赵德海，你偷工减料、克扣工资、栽赃甩锅，这些事情圈子里不是没人知道，只是没人敢说。今天我来投标，不是来跟你斗嘴的，谁输谁赢，评标委员会说了算。你最好祈祷你的低价真能帮你撑过评标。嘴硬是吧？等结果出来，我看你还能不能这么硬气。各位领导，各位同行，我赵德海干工程20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可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。一个被我开除的资料员，带几个散工也敢来参加市政公开招标，这不是笑话吗？就是他，就是那个偷改资料害大家拿不到钱的。太不自量力了！赵德海20年资历摆在那儿呢。那个人当初在我的工地恶意篡改资料，延误工期，害得几十号工人拿不到工资，人品差成这样，他带的队伍就是乌合之众，他做的工程谁敢用，谁敢住？各位评委，我是宏筑建设施工负责人周冉，这是我们团队的全流程施工标准，每道工序留档验收，每个材料送检留样，每个环节可追溯可复查。这是我们以竣工项目的验收台账，零投诉、零事故，资料零瑕疵。我们不靠低价抢单，靠质量和合规说话。低价意味着压缩成本，成本从哪里省？材料、工序、安全，每一项都是拿人命在赌。说的比唱的好听，书面功夫做的再好有个屁用？你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丫头，摸过几天混凝土，纯纯纸上谈兵。这是赵德海团队近3年的项目违规记录汇总，全部附带官方抽检单、居民投诉回执、甲方结款凭证原件扫描件，可查可验。偷换建材12次，虚假验收7次，居民有效投诉27起，安全隐患整改通知19份，其中3份整改通知逾期未改，被住建局发过警示函。这是上个月甲方结款凭证，赵德海上个月就已收到全部工程款，至今拖欠工人工资超过3个月。他当众撒谎说甲方没结款，证据在此。你胡说，你造假，这些全是你伪造的。他在报复我，他被我开除，怀恨在心。每一条都有编号、日期、签章，官方抽检单编号可以打电话到住建局核实。投诉回执上有居民签字和联系方式，你要我现在当场连线住建局吗？赵德海，你骗了我们2年，你说甲方没结款，全让你吞了。我媳妇看病的钱，你拿来养小老婆是吧？赵德海，你骗得我们好苦。经初步核对，投影内容与备案材料一致，赵德海施工队多项违规记录属实。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和招标文件规定，赵德海施工队本次所有投标作废，取消竞标资格。你们凭什么取消我资格？我不服！不服可按流程申诉。现在请你离场。综合质量、合规、售后3项评分。本次项目中标方周冉施工队。赵德海这次栽到我们头上，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等着他。
海哥，现在怎么办？周然想踩着我上位，没门儿！今晚你带2个人去他的施工工地，把管沟里的合格管材换成次品，伪造施工漏洞。我要让周冉这次彻底滚出这行。往哪儿跑？是赵德海让你来的吧？是他，他让我把管子换了，伪造质量事故。全部录下来了，录得清清楚楚。报警。破坏市政工程，交给警方处理。事儿办妥了。周冉，我跟你没完！明天晚上，老地方有大事商量，把能叫的人都叫上。这次我要把周冉围死。我把房子、工地设备全压了，够我们吃下本地所有建材和劳务。你这是要跟那个丫头拼命？从建材到人脉，我让他1寸活路都摸不到。建材那边基本搞定了，不过周冉工地照常开工。不急，建材只是第一道，接下来断他的劳务，堵他的渠道，通知下去，本地所有劳务市场不准给他派工。那市场大家怎么分？我只要周冉滚出这一行，项目、渠道，其他人平分。这是谁造的谣？赵德海，他联合了4、5家包工头、建材商、劳务市场合作方，全部被打了招呼。站住！你现在去找他，正中他下怀。我们现在应该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地上。赵德海的人找过老张，让他停止供货。老张没答应，但很为难。本地供货线还能撑多久？最多半个月。赵德海把全部身家都押上了。半个月够了，验收节点在20天后。张老板，昨天订的那批管料呢？大柱，那批货供不了了。赵德海放了话，谁给你们供货，以后就别想在本地做建材生意。张老板不供货了，跑了4家，4家都不给。林旭上周联系了外省3家正规建材厂，价格比本地高2成，运费另算，但材料规格全部超国标。周公，你早就知道赵德海会断我们货。与其等着挨打，不如先把后路铺好。钱的事不用担心，我把那辆车卖了。这批管材壁厚实测8.3毫米，比国标多0.3。垫层全部按12公分做，比规范多2公分。回填土含水率控制在最优区间。大柱哥，林旭把车卖了。我昨天路过他办公室，听见他打电话找表哥借钱。别声张，周公没提，咱就当不知道。但活得干得再细点儿。
晚上不吃饭，明天抬不动钢筋。林旭，你当初为什么选我？3年前我做过一个项目，开发商压价太狠，我在防水层上省了一道工序，后来地下室漏水，淹了7户储藏室，我赔光了积蓄。那个合伙人走的时候对我说：“你明明知道会出事，为什么还要做？”所以看见你在赵德海那儿死扛的时候，我知道你是哪种人。卖车算什么？我欠的债一辈子都还不清。这个项目不光要干完，还要干成标杆，把欠的一样一样挣回来。老赵，外省来的货，3天到2车，他那工地没停，反而干得更快了。我让你找的人呢？蹲了2天，拍了够用的素材，明天举报信投出去。住建局核查小组最快后天进场，送去住建局前，再加1页，举报他擅自更换未经备案的材料供应商，存在重大质量隐患。外省那家厂有资质吗？查了，资质齐全，但谁规定资质齐全就不能被举报？先查再说。核查期间，工地一停，他垫资的利息就能把他压垮。周公，那人又来了，蹲了3天，手机一直举着，专派货车进场和工人倒料的画面。赵德海的人应该是踩点取证。从明天开始，所有进场车辆的车牌、到货时间、材料出库单，全部双人签字留档。现场有监理在，让他们每天多留一组抽检照片。好的，我们配合。明天上午8点，工地见。谁的电话？住建局核查科，有人实名举报我们工期拖延，质量不达标。明天核查小组进场。有人举报你们工期拖延15天，施工质量多项不达标。举报材料中提到的无故停工，当天是暴雨黄色预警，天气记录、监理停工通知书、复工验收单，3份材料时间节点一致。台账齐全，监控完整，举报内容与事实不符。核查结论：举报不实，予以驳回。恶意举报是否需要备案？按规定，核查结果和举报材料都会存档备案。这是我们整理的全部证据链，请一并存档。行。走。老赵，住建局那边的眼线递话了，举报被全盘驳回。这次咱们不仅没扳倒周冉那丫头，反而结结实实给他镀了层金。眼看示范工程的红头文件就要下来了，下一步咱们到底怎么办？就这么干看着？慌什么？书面台账做的再天衣无缝，那也只是一堆废纸。现在他防咱们跟防贼一样，进场车牌和出库单全双人双签了，还能怎么做文章？工程项目千头万绪，他周冉就算长了3头6臂，能24小时盯在泥坑里？他的工地现在每天都在满负荷赶工期，只要随便哪个核心环节出点意外，他就得停工。你是说在他的工地上动手脚？这要是留下把柄，动静太大，那是蠢货的玩法。我看了他们的进度表，明天上午监理要去验收2标段的深管沟，我已经安排了人，今晚从西侧监控死角的围挡摸进去，给周冉制造惊喜。赵哥，
我到位置了。管沟侧壁的支护螺栓，动手脚的时候注意点，别让人看出来。等验收那天，沟壁塌了就是他的责任。有人动过支护螺栓，至少3处被松了。这要是没发现，验收那天管沟塌了。叫停施工，所有班罪撤回，管沟区全面排查。管沟区支护螺栓被人动了手脚，必须全面排查，所有隐蔽工程重新验收。螺栓松了拧紧不就行了？至于全部定停吗？排查分3组，大柱带1组查支副螺栓，李华带2组查管材标识，3组跟我查垫层数据。几颗松了的螺栓，说不定是上回工人拧漏了，螺栓全被抹了泥巴，松紧程度一模一样。你觉得是工人漏的？这都第4批了，全场第无死角。还不够，所有隐蔽工序完工后，加设防护标示和触碰感应，螺栓位置喷防松标记漆。你是觉得他们还会再来？不是觉得，是肯定。你们周工的项目3天2头停工排查，跟着他，早晚喝西北风。赵经理那边缺人手，工资高30%，考虑一下。大柱哥，马老板那边也找你了没？老吴、小张全被找了一遍。既然都说到了，那就说说吧。谁想走？想走的人工资结清，现在就可以走；不想走的，下午正常上工。返工排查耽误了12天，但验收节点不变。接下来1周，全员加班赶进度。这排查到底是为了啥？周公，你能不能跟我们说清楚？跟我来。这颗螺栓3天前被人用扳手松过3圈。如果验收那天的灌沟塌了，我们所有人都要承担责任。这12天，我们排查了全部隐蔽工程，找到了3处人为破坏的痕迹。我叫停施工，不是小题大做，是有人想让我们在验收那天出人命。你们也都看到了，现在想走的就走，我不拦。上工。老吴啊，价码翻倍，2倍。你老娘看病要钱，孩子上学也要钱，跟着周冉，他能给你2倍？可是周公对我们不薄，义气能当药吃吗？去吧，想想躺在病床上的老娘。周公，我对不住你。工资给你算到今天，补贴按整个月发，你直接签字就行。多的半个月工资算是给你的路费，走吧。老吴跟了咱们1年多，说走就走了，
有困难跟兄弟们说呀。周公是那种看着不管的人吗？非要去跟着赵德海那种畜生？走的不止他们2个，前天走了3个，昨天又走了2个。赵德海挨个打电话，专挑家里困难的开价。他们不是不明白，是家里等不起。前前后后走了9个，都是老班底，手艺最好的那一批。离验收还有10天，剩下的人手够不够？紧，但能撑。问题是赵德海还在加码。不会再有人走了，要走的已经走了，留下的不会走。明天开始，所有工位重新排班，加班补贴翻倍，我来顶一线。都到齐了吧？我这里活多钱多，你们来对了。赵经理，工资是月结还是？急什么？第1月适应期，工资压1月。不放心的话，现在就可以走。门在那边。赵德海跟咱玩计谋，那我们就反过来将他一手，把他涉嫌违规的材料报上去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对待这种没底线的畜生，必须严惩不贷。垫层厚度全部超标准，管量1后全部超国标，支护螺栓全部2次加固。隐蔽工程全部排查完毕，零瑕疵，可以报审了。明天请甲方和监理联合验收。这么久了，从被人赶出工地到现在等验收，就等明天了。所有抽检项全部合格，垫层超标准，管材超标准，资料零瑕疵。这是今年以来我验收过的最省心的工地。我做了20年监理，整改通知书没开出去，这是头一回。周队长，恭喜，满分通过。这只是我们的标配。咱们熬出头了，没给周公丢人。听见没有？满分，咱们是满分！进来。陈主任，我们收到一份匿名材料，举报工地的，里面有清晰的照片和具体定位。简直触目惊心！如果这些材料属实，涉事工地全部停工整顿。快，立刻按照举报材料上的定位去查实情况。是。凭什么停我的工地？赵哥，不止这一个工地，另外2个也被停了。3个工地全停了，停工1天就是几万块的损失。赵德海，你怎么说？现在退出，之前的投入全打水漂，只有把他彻底打倒，我们才能翻本。我退出，这滩浑水我不趟了。你也不干了？能翻本我留，翻不了我也走。
满分验收，标杆工程。我们当初走的时候，赵德海说这边工程多钱多，可来2周了，工地还没开过工。当初周公那边好歹是月发钱，按时到账，1天不差。我问赵经理工资什么时候结，他说再等等。工地什么时候开工，他说再等等。赵经理，工钱什么时候结？我们来2周了，一直没开工。急什么？工地被停工是暂时的，等复工了，全部给你们补上。你们现在想走也可以，但工资按合同来，不满1个月不发。想走，走了你们去哪儿？周冉还会要你们？做梦！周冉施工队，谢谢协会和监管处的认可，我们团队会继续按3条铁规走：合规施工，全额结薪，安全不达标不开工。又有3个街道主动找上门，项目排期已经排到年底，我们得正式注册公司了。大柱，招人，正规招聘，签正式用工合同，全部上社保，先招20个。老规矩，持证上岗，技能考核。以前是我们求人给活干，现在是活求着我们干，真痛快。材料准备好了，明天送到住建局信访办，匿名投币。赵德海那边有动静，他往住建局送了一份材料，说是当面工地的台账。3年前的台账，他想拿旧账做文章。他会的我都会，他有的我全有备份。李秘书长，3年前我所在工地的竣工验收资料，全套原件都在这里。近期有人可能拿篡改过的台账做不实举报，我先向协会报备。这些材料的原件当时都通过了监理签字和甲方验收，全部通过，监理签字，甲方盖章，铸件备案，3套程序完整。提前报备是对的。如果真有人拿篡改材料举报，协会有你的原始档案可以比对。这份台账的关键日期和签字对不上备案档案。协会那边也有报备材料，好，我们直接比对。信访办怎么说？材料被截了，周冉提前去协会做了报备，原件、底稿、验收单他全有。这丫头留后手留的比你还深，黑料这条路走不通了。文的不行就来武的，他能防材料，防得了人吗？谁是周冉？让他出来！这片地是我们照的，想在这干活，先交管理费。找茬是吧？我们正规中标，合法施工，没听过什么管理费。现在你听说了，不交钱，这工地别想开工。
你就是周冉，给你3天。你是谁派来的？赵德海还是马老板？什么赵德海马老板，老子不认识。你刚才说的话，踹门、拎钢管、威胁收费，全程录像，我已经报警了。警察到之前，你们可以走。警察到了，这段录像就是寻衅滋事的证据，你们自己选。谁报的警？我们报的，有人持械闯入工地，寻衅滋事，全程有录像。录像已经给了警方1份，我们自己存1份。赵德海的案底越来越厚了。他每动一次手，就给我多1份证据。等到收网那天，这些全是他的罪证。你觉得他下一步会动什么？黑道走不通，他会回到他最擅长的事——造假。王会计，款项先压一压，就说甲方审批流程卡住了，往后拖。你让甲方拖着不给周冉打款？拖着不打，他的工人就领不到工资，领不到工资就会闹，不用我们动手，他自己人就先乱了。你看，群里有人发消息说周公把工程款挪去填之前的垫资窟窿了，这月工资能不能发都悬了。不会吧？周公从来不拖工资。谁发的消息？匿名的，好几个群都在传。所有账目都在这里，说挪用工程款的拿证据，拿不出来就是造谣。那甲方延迟打款是怎么回事？款项已走完审批流程，明天到账。之前是有人打了招呼让卡流程，我们已经查明。查清了就行，钱明天到账，工资按时发。账户解封了，稽查结论，账目清白，举报不实，我就知道咱们每1分钱都干干净净。这次不一样，稽查部门要追查举报材料的来源，赵德海是把自己送进了刑事案。打铁还需自身硬，他想造谣和构陷打垮我们，结果自己却先进去了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一切都是赵德海咎由自取。经过逐笔核查，冉旭建筑近3年财务收支账目清晰，凭证链条完整可追溯，未发现存在偷税、骗税、虚开发票及其他税收违法违规行为。举报材料中所列的各项偷税漏税指控，经查均不属实。今天我们正式为冉旭建筑澄清事实，恢复名誉。关于举报材料的来源，我们已核实确认，系赵德海施工队相关人员伪造、变造财务资料后匿名投递。赵德海施工队此次恶意诬告的行为，将正式记入建筑行业企业诚信档案，并在行业内予以官方警示通报。赵德海的资金链彻底断了。从今早到现在，他的核心合作方已经单方面解约了6成。楼下会客室现在挤满了人，全是之前跟赵德海签了独家的供货商，连前台的门槛都要踩破了，非要见你一面。周公，楼下那帮见风使舵的孙子，你可千万别搭理他们。当初赵德海给他们许了点空头支票，他们转头就跟咱们翻脸。大柱，做工程不是道上混社会，意气用事干不掉真正的对手。把他们赶走，除了让你痛快5分钟，对冉旭接下来的超级项目没有任何好处。可是周公，
这口气咱们就这么咽了？气要出，但钱也要赚，规矩更得立。供货商可以重新合作。你去告诉楼下那些人，想回冉旭的盘子，老规矩全作废。以前他们跟着赵德海，靠的是吃喝卡药称兄道弟，现在全给我按规矩办。第一，签最严苛的正式合同；第二，进场材料必须高于国标，只要被监理查出一批次不达标，10倍违约金，直接法院见。第三，供货周期白纸黑字写死，谁敢无故断供1天，永久踢出本地市场。不管他们以前站哪边，当过谁的狗，从今天起，在这座城市吃工程这碗饭，就得守我周冉的规矩。被告人赵德海犯伪造企业印章罪、诬告陷害罪、寻衅滋事罪、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8年，并处罚金，没收全部非法所得，终身禁止从事建筑工程相关行业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周公，结束了，这么长时间，咱们这口恶气终于出干净了。不是结束，是开始。虽然赵德海罪有应得，但是我们的敌人未来还会有。我们接下来的敌人可能会比赵德海大10倍、100倍。周公，接下来咱们干什么？你指哪儿，兄弟们打哪儿。回去干活，工程还没做完呢。干活！公司正式注册，资质升级，从散兵游勇变成正规军。以后在这座城市，谁也别想再用没有资质这4个字卡我们的脖子。本地市场基本稳定了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先把手里的项目做到满分，后面的路一步一步走，走得稳，才能把那些想把我们踩在脚底下的巨头一个个挑落马下。红头文件，盖着公章的红头文件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周冉系被赵德海恶意抹黑，强行背锅。咱们私底下早就知道周公是冤枉的。3年啊，整个行业戳了他3年的脊梁骨。当年骂他害人精的是我，我真是糊涂。兄弟们，周公的黑锅今天算是彻底摘干净了。以后谁要是再敢在外面说周公半个不字，我王大柱跟他拼命！对，拼命！当年是赵德海换的材料，不是周公，咱们怎么就瞎了眼？为了赵德海这王八蛋，他承诺的那点空头支票，又跑回来给这畜生卖命。3年前我们在办公室骂他，让他滚出工地。3年后他收留我们，给我们发工资，我们拿了3倍工钱跑路，他还多给了半个月工资当路费。他拿咱们当人看，
咱们自己把良心让狗吃了。我们为了3倍工钱，跟了坑我们3年的人，我们欠他的还不完了，我都没脸回去见他了。没脸也得去，哪怕回去给他磕头认错，哪怕以后白干不要钱，也得把欠周公的这口气还上。大柱，周公在吗？在，进来吧。别跪。周公，当初兄弟们在办公室骂你，没想到你能不计前嫌，我们对不住你。周公，对不起。周公，以后你指哪儿我打哪儿，刀山火海我皱一下眉头不是人。过去的事儿不提了，想回来的按规矩来，从头考核，从头入职。考什么考核都行，只要周公你肯要我们。全回来了，一个没少。3年前我被赶出工地那天，老吴在人群里喊过让我滚。人是会变的，给他们一个机会。不是人变了，是你让他们看到了什么是对的。从今天起，所有人签正式用工合同，全部缴纳社保，工资月结，1分不欠。周公，我王大柱干了20年工地，头一回有人把咱们当人看，当正经职工看。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。以前求人给活干，现在活求着我们干，真痛快。周公，你看这个新闻，外地有个大集团要进咱们市了，动静闹得特别大。盛虹建设，全省排名前3的基建集团，他们要来本地抢市场了。咱们好不容易站稳脚跟，又来一个大家伙。咱们这刚组建的小身板能顶得住吗？不管谁来，底线不变，合规施工，质量说话。在这片地上，我们的规矩，希望比资本管用。冉旭建筑，一个被开除的资料员，3年时间从无到有，从被全行封杀到拿下本地所有核心项目，这个周冉不简单。他的优势是本土口碑和精细管理，本地的中小施工队现在都唯他马首是瞻。我们的优势是资金和资质。让精算组出一份竞品分析报告，先从他手里抢一个项目过来探探底。我要让他知道，这块蛋糕不是他一个草根能吞得下的。小周，咱们合作不是1次2次了，你的质量我最放心。可盛虹那边报价低了你们30%，资质也是省级，街道预算有限。这个管材败号比国标低2个等级，垫层厚度比规范少了1/3，低价背后有低价的代价。
价格这一关，我没办法向上级解释。这不是在省钱，这是在透支工程寿命。小周，如果你愿意把报价降到和他们一样，这活还是你的。为了抢项目去降质量，这活我们冉旭接不了。王主任，您保重。第3个了，这周谈了4个项目，3个被盛虹接走，报价低到离谱。比成本线低的报价，要么在材料上省，要么在人工上省。不管省哪里，最后都是工程质量出问题。建材商、分包队、运输车队，盛虹全部在签独家协议，不是在抢项目，是在建围墙。好几个以前合作的供货商都不接电话了。找外地供货商，他们锁本地，我们走外围。供货渠道可以绕，但手里的项目必须做到满分。周冉那边没有停产，他从外省调了货，3个在建项目全部正常推进。能绕开本地供应链，通知法务和招标部，在标书条款上做文章，设置门槛，把它挡在门外。签约盛虹独家供货，价格上浮5个点，3年起签。排他条款，签约后不得向非盛虹合作单位供货。盛虹的独家协议表面涨5个点，实际用排他条款锁死你们3年的选择权，违约赔偿3年合同总额，这笔账各位比我更会算。供货给谁是你们的自由，但签之前请把条款逐字读清楚，别等赔钱的时候才想起今天没人提醒我。小周，盛虹的合同我没签，排他条款太狠，签了等于把本地其他施工队全卖了，我老张做不出这种事儿。张老板，多谢。本地供应商被牵走了70%。不光供应商，几个以前合作的施工队也跟盛虹签了，现在直接换了盛虹的工服。我联系了之前合作过的外地建材厂，他们愿意继续供货，但成本要高2成左右。供货渠道能绕开，成本高了也可以。现在最关键的是把手里的项目质量做好，只要口碑不塌，盛虹抢不走所有项目。盛虹的报价低于成本线，能在报价上让利3成，一定会在别的地方找回来。大资本的短板靠总部模板输出，但本地施工条件、地质、气候全部不一样，模板落地必然出问题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活做到模板复制不了的程度。大柱哥，管材只剩不到3天的量，外地那批货还在路上，听说路上还遇到了查车的，耽搁了。那明后2天怎么办？只能停了。这帮资本家真特么狠，不给活路！又断料了，前年被赵德海断，今年被盛虹断。周公不肯低头，咱们跟着受罪。当年赵德海也是这么说，低个头就没事了。我们低头了吗？我们没低头，我们赢了。现在盛虹来了，你让周公低头，谁觉得跟着周公受罪？现在就滚去盛虹当狗，留下的哪怕是用手刨土，也得把这工期给我顶住。3家外地建材厂合同都签了，运输周期比本地多2天，运费高1截，但材料规格没问题，全部超过标。质量不能降，成本可以撑，只要牌子不倒，我们就有翻盘的本钱。工人那边有些怨言，
断料太频繁，大家心里没底。他们会问，为什么非要跟盛虹对着干？不想干的，现在就可以走，工资结清。但我不会因为被人掐脖子就低头，低头一次，就会有第二次。这批料比本地货沉多了，真压肩膀啊！壁厚超国标，周公从外省调的，规格只高不低。料到了，以后不会再断。冉旭建筑的工地没有停工，外省供货渠道已经打通，从封锁到打通不到2周。宁可赔钱也要保质量，骨头真够硬的。供应链卡不死他，让法务加快进度。环线项目必须从规则上锁死他的投标资格。环线项目正式发标了，体量是之前所有项目的总和。投标企业需提供近3年本地持续供货记录，这条是新增的。我们的供货商是外地的，本地供货商大部分被盛虹签了独家，这条就是在卡我们。这分明是量身定做的门槛儿，真是流氓！难道咱们费了这么大劲保住质量，最后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？门槛是人定的，只要招标法还是国法，就不会是铁板一块。大柱，你回去稳住队伍。林旭，准备好外省材料的所有质检单。我去趟住建局，关于本地持续供货记录这一条，如果企业通过合法渠道从外省采购材料全部超国标，是否可以提供替代性证明？招标法是为了保证工程质量，而不是为了保护地方垄断，对吧？只要能提供完整采购凭证、质检报告和合规证明，就可以作为替代材料。但最终解释权在品标组。明白了，谢谢您。全部供货记录整理好了，3年内的外地采购凭证、质检报告、运输单全部齐全。所有材料超国标，盛虹设的门槛，他自己都未必能通过。我不跟他们拼资质条款。盛虹在其他城市的环线项目，3个有2个被投诉。海水设计照搬北方模板，本地雨季一测就淹。盛虹在条款上卡我们，只在方案上赢回来还不够，必须让评标组看完方案后，觉得所有条款都不如我们的方案有说服力。冉旭建筑也来了，不知道你们的标书过了资质初审没有？初审过不过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盛虹建设的方案采用集团总部研发的标准化环线施工体系，在全国12个城市成功落地，报价最低，工期最短，资质最优。这是我方团队对环线全线做的基础数据调研，不是模板复制，是实地勘测。环线项目途经3片老城区，2段河堤路，1处低洼地段，不同地质条件不能套用同一个标准方案。我们的方案不拼低价，拼零沉降、零积水、零返修。标书中附有本地近5年降雨数据、内涝点位图和排水官网现状勘测。这组数据
盛虹的方案里没有。你们标书中提到的5年免费售后维保，具体包括哪些内容？包括每年雨季前的排水系统巡检、路面沉降监测、管物易堵点排查，全部免费。因为我们做的工程质量，我有信心5年内不需要大修。我提议重新审核他的资质。供货渠道合规性已在初审中确认，资质没有问题。经评标组综合评审，本地年度核心市政环线项目中标方冉旭建筑。周冉，你那份标书里的排水数据是从哪儿弄来的？亮出来的。老板，接下来怎么安排？查他，从资质到税务，从用工到环保，每一个环节都给我查清楚。我不信他没有一点纰漏。拿下了环线项目。盛虹那群人出来的时候脸都是绿的，特别是那个负责人，跟吃了死苍蝇一样，看着真特么解气。庆祝先放一放，盛虹不会善罢甘休。这个项目体量太大，施工周期长，任何一个环节出了纰漏，都是他动手的机会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咱们什么阴招没见过？只要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，还怕他搞鬼？被开除的资料员，3年做到本地龙头。我做了20年，从来没输过。今天输给一个资料员，梳理了冉旭建筑的全部业务链条，资质、税务、用工、材料采购、施工流程，每个环节都有可查的点。先不动大的，从小处开始。他的工地每天都有监理巡查，让他们查细一点，天天查，天天发整改通知。不止如此，频繁整改会拖慢他的工期，工期一拖，每天的人工、设备租赁就能拖垮他的现金流。我要让他知道，拿下标书只是开始，履约才是真正的战场。3条线已经布置好了。第1条，监理加压，每天审查，毫米级找茬。第2条，媒体部署，本地几个大 V 已经谈好，整改通知一下来就同步发布。第3条，人才猎取，冉旭建筑的核心技术人员名单已经锁定，随时可以接触。3条线同步推进，不要给他喘息的时间。一处松动，全线突破。老板，先推哪一条？监理先动，整改通知是影子，媒体要拿整改通知当素材，人才要看到整改通知才会觉得它不行。第1条线启动，后面2条自然跟进。这一段垫层厚度是11.8公分，规范要求12公分，差了2毫米，发整改通知。2毫米？咱们自检记录显示是12.1公分。我的仪器是校准过的，整改通知今天下发。整改。把这一段全部加厚到12.5公分，自检记录，拍照留档。这个月第12份整改通知了，每一次的整改问题都不一样。
每一个问题都在毫米级别。这个监理不是来监督的，是来找茬的。连续整改1个月，工期拖了一大截，工人天天加班补工期。每一份整改通知，我们都做了自检比对。他发他的整改，我们做我们的标准。每发一次整改，我们就做一次自检留底。他要找漏洞，我们就把漏洞堵死。管在细后 8.2毫米，国标是8毫米，超了0.2。上一批关量滞后是 8.3， 这批是 8.2， 全部超国标。自检记录、质检报告、供货凭证都在这里。还需要查什么？你这个月睡了几天完整觉？整改通知发了多少次，我们就整改了多少次，每一次都有记录，每一次都有复诊。他想用整改拖垮工期，我不给他借口。他的每一份整改通知，到最后都变成我们的合规证据。他把我们的标准逼到了行业最高，叫他继续查，我陪他查到底。评论全在骂，说我们靠关系拿项目，说我们草台帮子误事，这分明是想把我们的名声搞臭。整改通知是盛红搞的鬼，现在反过来说我们质量不行。咱们兄弟拼死拼活赶工期，倒成了千古罪人了。他们只看到整改通知，没看到整改结果，把环线项目开工以来的全部施工录像和整改记录发到公司官网，全部透明。他们说我们不行，那就让所有人看看我们到底行不行。播放量在涨，评论开始变了，有人开始说这施工队是真较真，2毫米也重新做，风向开始变了。让子弹飞一会儿，等所有录像全部发酵完，让市民自己看，自己做判断。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。盛虹花大价钱买的抹黑热搜，最后只会成为我们冉旭建筑最强有力的免费广告位。网上说你们项目质量不行，我们住在这些附近，担心安全隐患。就是啊，市政工程是拿我们纳税人的钱修的，不能拿我们老百姓的命开玩笑。大家担心安全，我非常理解。这块牌子是我们环线项目的底子，所有施工数据都在这里，每周更新，每一项都有实测值和国标值的对照，你们可以拍照，随时比对。舆论反转了，市民自发晒出了工地工事牌照片，有人把我们官网上上传的施工录像做了对比分析。盛虹想用舆论压我们，结果给我们做了一波免费广告。虚假的通稿只能骗人1天，真实的数据能站1辈子。盛虹这招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现在全网都在夸我们是基建圈的卷王。周公，盛虹那边找我谈了好几次，他们给4倍工资，还给我老婆安排工作。人往高处走，我不拦你。工资算到今天，补贴按整月发，
签字就行。不光小陈，技术组的老郑、质检组的小刘都交了申请。盛虹这次是精准挖人，专挑我们最核心的技术岗位，在工程质量上挑不出我们的毛病，就开始拿钱砸。这招釜底抽薪，太毒了。5天走了5个，全部是技术骨干，盛虹全部给4倍工资。小陈跟了你3年，3年，说走就走了。剩下的人有没有谁也想走？如果有，现在提。待遇和小陈一样，好聚好散。剩下的没人动，留下的都是铁了心跟着你的兄弟。盛虹就是给10倍也不走。但工期摆在那里，5个技术岗的空缺，谁来补？小陈他们走了，技术岗的空缺不对外招聘，从在座的各位中选拔、培训、上岗。技术没了可以学，但像你们这样同甘共苦的忠诚，拿钱也买不回来。周公，我们这些大老粗看图纸都费劲，能顶技术岗？别再把工程给耽误了。能，我教，从看图纸到核工序，每一项我亲自带，手把手教。只要你们肯学，我就敢把底交给你们。算我一个，老子就不信了，修了20年路，还看不懂自己修出来的道。管载标号看3个参数，替后用卡尺量，密度看质检报告上的数字，防水等级标签上有标注。8.1毫米，超国标。周公，我看准了。盛虹以为抽走了我们的血，没想到周公直接给咱们换了一副新骨头。白天跑现场，晚上做资料，一天睡不到4个小时，要注意身体啊。工期不能停，资料不能断。小陈他们走了，这些活总得有人干。盛虹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，我不能给他们这个借口。质检我帮你核，资料我帮你整理。谢谢。这一段管材标号是3层防水，每一步我都写在施工日志上了。以前小陈在的时候，图纸都是他看的，我们只管出死力气。现在周公你亲自教，我们这些大老粗也能看懂图纸了。以后别再说自己是大老粗了，掌握了这门手艺，在咱们冉旭，不是大老粗，是未来的技术骨干。您赶紧去歇会儿，这剩下的活让我来。老刘今天独立完成了一段管道的铺装，核对了图纸，量了电层，测了管链，
全部合格。第一批培训的工人60%可以独立操作，再有1个月，技术岗的空缺全部能补上。不用对外招人，靠自己人顶上。这批人以后谁也挖不走。以前是靠资料和规矩守住底线，现在靠人和手艺。盛虹能挖走几个技术古代，挖不走一群能把活干好的工人。这场暴雨下得正好，老天爷开始收账了。这里是盛虹建设集团承建的街道改造项目，雨季第一场暴雨，路面就出现严重积水，排水管网几乎处于完全瘫痪状态。3年了，修了3年，漏了3年，找盛虹，他们说过了保修期不负责。省级大集团就是这么糊弄老百姓的吗？拿我们的命换钱，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？被你猜中了。盛虹的所谓高级模板，在本地的梅雨季面前，连纸糊的都不如。雨季才刚开始，他们经不起一场暴雨，就经不起整个夏天。这些材料送住建局，附上我们的对比数据。同一天暴雨，我们承建的幸福里雨无分流项目零积水。这些拍摄时间跨度超过1年，你一直在收集他们的违规证据。是他们违规的项目太多，随便看就能看到。同一天暴雨，你们的项目零积水，他们的项目内涝，这个对比说明一切。周公，暴雨是最公正的制片员，这件案子我们立刻立案严查。哎呦，领导怎么下雨天来了？这天灾嘛，下水道一时堵了很正常。我们盛虹可是省里的重点企业，垫层厚度不足设计标准一半，管量标号与备案不符，你们怎么解释？这3个项目同时被查，他准备了1年的材料，就等雨季这一天。我们都轻敌了。住建稽查科下了整改令，3个项目全部停工整顿。我们的项目内涝，周冉的项目零积水，现在连集团总部的股票都开始暴跌了。压下去，花钱找关系。停工整改不能变成取消资质，只要资质还在，在本地我们就没输。领导，这次内涝主要是遭遇了100年一遇的极端天气，加上底层分包商在执行标准上存在微小偏差。我们盛虹集团作为省重点企业，已经深刻反省，并愿意积极补偿。经核查，盛虹建设集团3处项目确实存在质量问题，给予行政警告，罚款金额按规定下线执行。后续深度核查将持续跟进，如发现新的违规线索，将依法追加处罚。感谢领导体谅企业的难处，我们一定痛定思痛，绝不再犯。这一处垫层厚度差了1.5毫米，发整改通知，停工重做吧。盛虹3个项目内涝塌方，就警告和罚款。我们垫层差了头发丝那么点儿，月月挨整改，这公平吗？整改。
我不服，盛虹偷工减料只罚钱，我们把路修成了铁板一块，却被拿放大镜找茬，凭什么？我们以前以为赵德海是恶人，现在才知道，恶人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两套规矩。盛虹能摆平追责，靠的不是道理，是人脉。光做好工程不够，要改变规则。你想做什么？这可不会是扳倒一个包工头那么简单，这是在挑战整个行业的潜规则。不是现在，等我们把手里的环线做到满分，做到任何人都挑不出一丝毛病，用绝对的硬结果说话，把盛虹踩在脚下，我们才有资格去重新洗牌，说规则。怎么都来这么早？睡不着。盛虹就被警告罚款，我们却被鸡蛋里挑骨头。我这心里憋着气儿。昨天的监理又来了，电层差了 1.5 毫米又发整改，盛虹那边电层少一半，罚了钱照样继续。周公说的对，两套规矩，咱们守规矩的受气，不守规矩的享福。可咱们修的路，下雨不淹；他们修的路，一下雨就是河。憋着就对了。盛虹靠关系过关，我们靠质量说话。等环线竣工那天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满分工程。他们有关系，我们有结果。上工，今天电层全按13公分做。比周公定的标准再多1公分。你看这电层厚度比规范要求的还多，旁边还写着自检日期。我们家那条路就是盛虹修的，一下雨就淹。这家公司修的路，我放心。网上开始自发对比了。有人把我们公布的施工数据和盛虹被查出的违规清单做了对照，阅读量过100万。周队长，我们是盛虹那边的，听说你这儿工资月结，不拖不欠。我们想来，我们之前帮着盛虹干过活，现在知道了，跟着良心干活的才有出路。想来可以，老规矩，持证上岗，技能考核过了，签正式合同，上社保。半个月招了200人，面试、考核、签合同，全部按你的规矩来。人多是好事，但不能乱了规矩。我们跟盛虹的区别不在于钱多钱少，在于底线。盛虹现在该后悔了，他们用钱挖走我们5个人，我们用规矩吸引来200个人。最新数据，冉旭建筑本月新增员工200人，我们的3个项目工人流失过半，网上舆论一边倒。他新签了4个街道改造项目，环线项目工期没延误1天。让财务组做一份针对他的举报材料。工程上打不垮他，就换别的方法来收拾他。即使账面全部对得上，
但查起来没3个月出不了结果。这3个月，他的公司账户会被冻结，我看他怎么办。有人实名举报你们公司涉嫌偷税漏税，请配合调查，提供近3年全部财务凭证。偷税？我们的账每一笔都清清楚楚。这是我们创业以来每一次被构陷留存的证据。看来今天又多了一种恶意举报偷税漏税。这是近3年全部财务凭证，每一笔收支、每一张发票、每一份银行对账单，全部在这里，请查。公司账户被暂时冻结了，工资和材料款都转不出去。账户冻结，明天工人发工资，盛虹这是要逼我们内乱。账户冻结期间，先用我的个人账户发工资，工人工资1天不能拖。你的个人积蓄够撑多久？撑到税务查完。我们账目干净，查多久都不怕。每一笔材料采购都有供货合同、入库单和银行转账凭证。每一笔工资都有工人签字和打卡记录，你们可以逐笔核对。这份是2年前的，签字、金额、转账时间全部对得上。周总，核查结论出来了，你们的账目没有任何问题。每一笔收支都有完整凭证链。我查了这么多年企业，像你们账目这么清楚的不多。举报材料里指控我们的虚假流水，来源能查到吗？我们会追查举报材料的来源。如果举报材料本身是伪造的，举报人就涉嫌诬告陷害，我们会移交经侦部门追查举报材料的来源。如果举报材料本身是伪造的，举报人就涉嫌诬告陷害，那是3年起步的刑事犯罪。这是盛虹历次构陷我们的全部记录，如果需要，我可以全部提交。经全面核查，冉旭建筑近3年财务账目清晰完整，举报材料所列偷税漏税事项均不属实。这是对冉旭建筑的正式清白认定，现予以公开证明。关于举报材料来源，经核实，系盛虹建设集团财务部门伪造，盛虹建设集团恶意诬告行为已录入企业诚信档案，给予官方警示。相关涉案人员已移交经侦部门进行刑事立案调查。盛虹集团伪造举报材料诬告同行，这可是行业丑闻。您作为负责人，对此有什么回应？诚信档案污点可是竞标的死刑判决书，盛虹后续所有项目的投标资格是不是都要被吊销了？理智盛虹，理智盛虹！你们的诚信档案有了污点，按照合同条款，我们可以无条件解约。后续项目投标资格审查，诚信档案是必要条件。我们跟你们绑在一起，只会被连累。
周总，盛虹那边很多项目停工了，弟兄们已经2个月没结出工钱了。以前是我们没站对队伍，帮着盛虹排解过您。您看，您这儿还缺人干活吗？冉旭的门对所有愿意干实事的人敞开，过去的恩怨翻篇，只要来了，绝对不差大家一分血汗钱。谢谢周总，谢谢周总，我们什么苦都能吃。带他们去后勤办入职，安排宿舍，先发半个月的安置费，让大家安顿下来。有了本地零零散散施工队的加入，我们可调配的设备和人员是之前的3倍。城市更新超级项目下月正式招标，盛虹一定会把全部资源压在这次竞标上。他要翻盘，我们也要赢，但不是拼低价，拼精细方案、零事故记录、全民口碑。这次竞标将是决定本地市场未来10年的终极对决。诚信档案污点，所有项目都要重新审查，只有拿下这个超级项目，才能翻盘。通知所有剩余部门，全部资源投入城市更新项目。这一次，只许赢，不许输。盛虹会用低价和华丽模板跟我们拼，我们不拼这些，拼的是方案里的每一组数据，本地地质、历年降雨、内涝点位、官网现状。他们拿不出来的，我们全有。冉旭建筑成立以来，所有项目零投诉、零事故，这个数据，盛虹做不到。5大优势全部量化，每一条都有数字，不是空话。你这几天又没休息好。记得适当休息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盛虹在拼报价，我们在拼每一个细节。等评标组看完2份方案，他们会知道哪一份是坐在办公室里写出来的，哪一份是用脚量出来的。盛虹建设的方案采用国际领先的城市更新理念，全国12个城市经典案例全部获批优质工程，报价最低，工期最短。这是我们实地勘测的街区现状。过去1个月，我们走遍了项目涉及的每一条街巷，记录了每一处沉降，每一段管网易堵点。城市更新不是推倒重来，是在原有的城市机理上做精细手术。一个通用模板解决不了所有问题。我们的方案不拼低价，拼零沉降、零积水、零返修。联盟成立以来，零事故、零投诉的记录，附有所有项目所在街道的居民签字确认，5年免费售后维保，全部写入合同。你们标书中提到的本土深耕，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？项目涉及的每个片区，我们都做了实地勘测，每一处的垫层厚度、管材标号、
排水坡度都是根据具体地质条件定制的。附录里有全部勘测数据，可以随时复核查热。周然，你那份方案里的居民签字，是一家一户敲门签来的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编出来的。你们盛虹修了20年路，可曾敲过一次居民的门？经品标组综合评审，城市更新超级项目中标方冉旭建筑。拿下了超级项目！兄弟们，让我们开启全新的篇章，做大做强，做强！做大做强，做大做强！